我替嫡姐嫁给杀人不眨眼的奸臣，我欢天喜地嫁进来，只因我是个穿越者，只有被杀了才能回去。谁知新婚之夜，陆绝便抱着一女子进婚房。哟，乖乖，这一夫一妻制，可算轮到我了。作死暂停，等会儿再死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看着陆绝怀里的大美人，美得我心惊肉跳。我连忙掀开被窝，来，让他睡这儿，这暖和。你等会儿就睡我后面。陆绝连带着跟在他身后的人，脚步齐齐一顿，带着审视的目光在我身上上下扫荡，继而勾起嘴角，你滚出去。我撇了撇嘴角，看来是没我的份了。我开始作死，我被子一掀，床板一拍，谁让你回来这么晚的？错过了拜堂不说，天都要亮了。陆绝被吼得一愣，连皇上都不敢在他面前这么放肆。周围的人拔出的剑还带着血，只待一声令下，但此时大气都不敢喘。忘了，他这么乖乖的回答，我也愣了。不是杀人不眨眼吗？不是七位新娘无人生还吗？我跟他大眼瞪小眼，正好我还困着，那睡够了再死吧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行，小陆啊，下次要记得哈。说完抱起枕头，随便找了间空房睡下。因为系统的失误，我穿到了古代，只有在3个月内死了才能回去，还不能自杀，得死在别人手里才行。以为嫁给陆绝能死，结果没死成亨。去敬茶时，大家惊奇，这次这个竟然没死。陆母，今儿早我还差人去新房看了，没见人，还以为埋了呢。还没呢，过2天吧。有人嗤笑，区区一个乡野村妇，居然还不拿正眼看人，这倒真误会我了。我头真低不下去，睡太久落枕了。但我会如实回答吗？那样会显得我很逊耶。我歪着头看向那位族亲，我敢不拿正眼瞧人，你敢来杀我吗？他噤声，陆绝没杀的人真敢飘啊。正巧丫鬟上了2杯茶，心腹敬茶吧。我左一杯右一杯，再一碰，直接干了。好啦，现在允许你们叫我儿媳了。陆父陆母尴尬地收回接茶的手。陆母，那个，我抬手打断，初来乍到，没什么好说的，大家多多关照吧。你们就当在自己家一样，该吃吃，该喝喝。我就先回去了哈。鸦雀无声。有人弱弱地问，不留下来用膳吗？我不仅是个社畜，我还是个社恐。不啦，你们人太多了，影响我吃独食，都是些没什么杀伤力的，不宜久留。先溜一步。陆绝的堂弟跟了上来，果然配得上堂哥的就不是正常人。嫂子，你还是第一个闯到这一关的人，我该高兴吗？通关又没大兵相报，不知道陆绝是看不起我，还是手里活太多，一直让我活。他的杀了们名单里就没有我的一份吗？这一活到宫中举办的中秋宴，在宴会上，我看到了那日陆绝怀中的女子，是丽嫔，皇上的宠妃。她一曲霓裳舞，看得人心醉。不得不说，正常的恋爱固然健康，但贝德的恋情也委实精彩啊。陆绝吃的确实好，不过皇上的宠妃他都敢碰，他们比我敢死啊。我不能坐以待毙，我得主动找弊。在我思索之际，手被碰了一下，我疑惑地看着身旁的陆绝。陆绝抿了一口酒，淡淡道，皇后问你话呢？我点点头，哦。目光从他沾了酒渍的唇上移不开，润润的，粉粉的，看起来好好亲。可恶，谁都比我吃得好。陆夫人，本宫说话可是听不清楚。皇后愠怒，语气加重。陆夫人，原来是叫我。有人提醒我，皇后问你呢，丽嫔舞姿优美，你会什么？丞相府的嫡姐捂嘴娇笑，妹妹来自乡野，她能会什么？会丢人现眼罢了。我拿起一颗葡萄送入嘴里，懒洋洋地看向他，直言我会嫉妒。周围安静，大概没想到有人这么诚实。本宫问的是你会做什么？我两手一拍，会鼓掌，再大手一挥，来人，赏。皇后手拍桌子，简直放肆。
都别急，你也有。在座的通通都有，我爹有钱，他贪得多。全场静默一瞬，无一人发言。怎么？不信？皇后头上戴的是夜明珠吧？嗨，没我娘放毛册照明的大。丽嫔穿的是云锦吧？我爹上毛册都不用，闲个啦。皇帝闻言满脸阴沉，苏丞相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丞相爹凉凉地看我一眼，放下酒杯，回皇上，这南诏来的莲瓣兰长势不错，等会儿下宴，臣拿点回家。我手中的葡萄掉落。不是，你还连吃带拿。皇帝爽朗一笑，难得苏爱卿喜欢，准了。不是，这么纵容，看来他后台很硬，那我只能把他后台一起掀了。沉吟一瞬，目光如炬，看向二人。为了作死成功，我要开始造谣了。你俩该不会有私情吧？皇上震怒，拍案而起。陆夫人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吓得我一哆嗦。身边的人及时握住我的手，温热从我手心传到心脏。陆觉小声为我谋划，皇上要治你的罪，你就说鬼上身了。我感激涕零，什么奸臣？这明明好人啊！又听他说，你就说是太尉府的魂吧，他9族就交给你解决了，还不用连累陆家。不是，你……我收回刚刚的话，合着借刀杀人呢？我自己家的9族都没个霍霍完呢，哪还有空搞兼职？皇帝威严的声音从上方传来。陆夫人，你说话也太难听了，什么叫私情？我们心意相通。我震惊，什么？你们2个5旬老汉还都有家室，心意相通？皇帝鄙视地看了我一眼，你真封建。我封建？所有人都被这消息创飞。我那拽的258万的丞相爹，此时娇羞得像个小媳妇儿。周围传来窃窃私语的声音，我就说他们对视的眼神不清白吧。官宣了，我磕的是真的。估计丞相在给皇上当伴读的时候就搞上了。我为什么进宫当官，不就是想近距离磕吗？可恶，以后我得加紧菊花上朝了。张大人，你都到告老的年纪了，别想第二春了。我以为我够疯了，没想到大家都是颠的平静。我这9族还怪难杀的。我黯然退场。若皇帝要诛我爹9族，那么问题来了，皇帝应该算在9族里面，还是属于编外人员呢？陆觉淡淡开口，别羡慕，咱们家也有。我惊悚地看着他，我当然知道你家也有。大婚之夜我亲眼看到他跟丽嫔，我能不知道有没有吗？他这时候提是什么意思？珠玉在前，紧跟自爆吗？他唇角挂着笑，锋利的眉眼变得柔和。咱家的夜明珠比皇上给你爹的大，不是？有病！我因为没搞死我爹难受，他该不会以为我是因为比不上皇帝对我爹宠爱难受的吧？还有，这都什么时候的话题了？疯了吧？我到底穿的是什么世界？只能使出最后一招了。天王老子来了，也救不了我们。我趁人不注意，出了大厅，跑到角落，跺了跺脚，地砖被推开，冒出一个个脑袋。我扶额，我不是让小雨一个人来吗？你们怎么挤在一堆的？这里的不是别人，是我被丞相爹扣押的妹妹和村里人。大婚之日，丽嫔进了陆觉的屋子没有出来，我就知道他的房间有地下密室，里面四通八达的，藏人再好不过了。我趁陆觉不注意，把全村人都送了进去，只待我解决完丞相爹一家子，他们再出来。我妹站出来，因为这里总有好吃好喝的。村长乐呵呵，我们一天不耕地就闲不住，在这几天，大家伙已经快把这片地挖通了，地方大了，大家住着也舒畅。啊，大爷您知道这哪儿吗？这么能干，要不考虑搬上来住皇帝脑袋上吧？我长吸一口气，别乱挖，小心挖到不该挖的。我看向苏雨，小雨，去给我偷件龙袍来。龙袍？那可是皇上的啊，这可是死罪啊。皇宫的文化熏陶确实厉害。
孩子都知道偷龙袍是死罪了。我拍了拍他肩，没关系，记我账上。他一言难尽，姐，你到叛逆期了。胡说八道，姐这个年纪到谋逆期了。谋逆期？不懂什么意思。但他重重点头，一脸坚定，姐姐说的对。我去了。知道龙袍什么颜色吗？黄色的哈。别拿错了。我拿着大红色的肚兜陷入沉思。先不说我妹是个蓝黄色盲，再者，皇上是个男人啊，龙袍怎么能是这玩意儿？苏雨霜眼亮晶晶，一副求表扬的模样。姐姐，是这个吧？我找了，整个宫殿就只有这一件黄色的。别说了，头疼。哪里拿的？给我还回哪去？陆夫人，您在此处做什么？我慌忙将地砖合上，起身后发现皇上带着诸位大臣站在身后，丞相爹在一旁吹耳旁风。皇上，臣就说这逆女行事诡异。丞相爹在反击了，前方死路璀璨。我内心激动，上前几步，理直气壮，那又怎样？忽的，从地下传来一声遥远的痛呼。我一愣，地面上赫然有半个鸡腿和一缕没来得及塞进去的头发，是小雨的。我眼前一黑，又回到原地，用裙摆挡住，拼命使眼色给陆绝。他双手闲庭信步一般站到我旁边。丞相爹和皇帝在一唱一和地罗列我的罪证。见陆绝站在我身边后，不语了。我拉了拉陆绝袖子，示意他低头，伏在他耳边，相公，你也不想大家知道这里有暗道吧？他眸一暗，修长的手指勾起我的一缕头发。怎么，担心底下那一村人被发现啊？我震惊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他唇边的笑容更大了，闭了闭眼。我竟然在他脸上看到了无语的表情。那你猜猜我房间外的草坪是怎么塌的？原来这厮早就知道了。现在情况危急，顾不上问缘由。实不相瞒，我犯了点触及酒足的小罪。咱们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拜托你救救我。说完，我悄悄把袖子里的肚兜塞给他。他触摸手中的布料，感受其质感，脸一黑，将肚兜扔在地上。你是变态吗？平地惊雷起。我指着地上的肚兜，找不，这是面纱。陆绝冷然一笑，夫人，原来你也有怕的时候啊，我以为你天不怕地不怕呢。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。皇帝黑了脸，陆爱卿，你虽与陆夫人是夫妻，但我这皇宫不是你们的芙蓉帐，你们未免也太不知廉耻了吧？几乎是条件反射。我反驳，你说话也太难听了吧？什么叫不知廉耻？我们这叫真情流露。皇帝瞪大了眼睛，白日宣淫，还真情流露？我鄙夷，你真封建。大臣们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皇帝。似曾相识的情景。皇帝眼见着一口气就要上不来了，丞相爹发话了：这个逆女蔑视皇威，屡次以下犯上，皇上不如将她就地处决，以示皇威浩荡。眼见可算能死了，有些兴奋又有些复杂。我现在死了就回去了，可小雨和地道里的村民都会暴露。我虽不是好人，但也不想牵连无辜之人。我抓住旁边陆绝的手，他老神在在，垂眸看着我牵着他的手指。他顺势靠过来，好相公，我死没关系，但我不想连累陆府。他淡淡应了一声，还有闲心捏了捏我的手。你放心的去，他们不敢动陆府的人。我噎住，他先眸看向我，眼中无喜无悲，所以还有什么遗言吗？此时丞相爹等得不耐烦了，打断我，来人，把他拿下。我恶狠狠瞪了他一眼，非得这么急吗？没见我还在吹枕边风吗？陆绝握拳抵在唇边轻笑，枕边风有意思，但我记得好像不是这么吹的。丞相爹还要说什么？陆绝抬眸，一个惠森的眼风扫过去。他噤了声。我盯着陆绝，如果我的遗言是你帮我护住暗室里的人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你的遗言想是什么就是什么。我松了一口气，陆绝还是好人的。就在我扬起笑，慷慨赴死时，又听到他说，遗言跟许愿还是有点出入。
你许的愿打算谁来帮你实现？我脸上的笑僵住，瞪他，那你问我遗言做什么？闲来没事，问问。可恶，这奸臣！我死后没有什么价值能让他实现遗言的，而且也不能保证这人靠谱。我抓着他的手，双眼真挚，求你让我多活一阵子，我给你当牛做马。他长睫轻垂，眸子里的趣味淡了些。我的手被甩开，以为你是个特别的，竟不想也是个阿谀奉承之徒。说完，他一把掐住我的脖子。可恶，这人表面好好先生的假象，让我一时忘了他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奸臣。他眼中尽是杀戮之色，唇角带着温润的笑意，但说出口的话温柔又冷酷。深呼吸，死前头晕是很正常的。周围都是大臣们的议论声。明明刚刚这两人还浓情蜜意的，下一瞬就夺人命了。爱吗？要命的那种。看颠公颠婆恩爱就是有意思，你情我愿的，哪有你死我活的好看啊？一时间我头脑因缺氧而发晕。我是真的会很生气，明明之前我那么想死的，现在我不能死了，一个个又急着来送我死。我一气，费劲抬手挠他的嘎吱窝。陆绝气笑了，松了手，我掉了下来，差点摔倒，抓住他的裤腰带，钻进他怀里，狂咳不止。感受到他身体一僵，他抓住我的后颈，没死够，我都被他掐得翻白眼，吐舌头了。蹭蹭胸肌怎么了？手没忍住，摸了摸。该死，背着我这么有料。感觉头顶冷气森森，我退出他的怀抱，收回手。我用沙哑的声音控诉：皇上，你看他家暴我。皇帝，你们颠公颠婆的恋情别扯上阵。丞相爹又发言了，依臣所见，这逆女行事诡异，祸乱宫闱，陛下您断不可轻饶。陆绝笑了，低头问我：夫人，告诉他们，你方才所行何事？我一时有点摸不清这奸臣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他用刚才掐我脖子的手摸了摸我头顶，笑得温柔，瘆得慌。没事，随意说，为夫在他们不敢动你的。他像个笑眯眯等着猎物掉入陷阱的危险猎手。我下意识脱口而出：打猎，简直荒谬。丞相爹气得吹胡子瞪眼。是啊，在茅厕旁打猎，你说出来谁信啊？周围也全是唏嘘声。我回过神，捂住嘴。陆绝将脚边的半只鸡腿踹过去，冷声问：我夫人说她是在打猎，有问题吗？周围大气都不敢喘。忽地有人带头附和：说的没错，宫里地广人杰，有猎可打，有什么好稀奇的？就是陆夫人好身手，打了只鸡腿。那肚兜就是为了装猎物的，哪有秽乱宫闱，辱了陆大人和陆夫人的名节。我看这茅厕旁风水好，鸡腿蘸蛆翅也不是不行。我说张大人，你真重口味，方才你可不是这副嘴脸。我惊愣，看着面前长身玉立的男人，果真有权有势就是好啊。皇帝和丞相爹都敢怒不敢言。我看到现实版的指鹿为马了。陆绝又发话了：纵然我夫人做的不对，我罚也罚了，是不是该散了？最后皇帝僵着一张脸，说了几句场面话。浩浩荡荡的一群人又离开了。最后走的是丽嫔，她对我盈盈一笑，美的我找不着北了。她拾起地上的肚兜，没坏，洗洗还能穿，然后施施然离开。我看向陆绝，这怎么个事儿？你没认出来是他的肚兜吗？他反倒莫名其妙，我为什么要认出是他的肚兜？也是，他这人看着就像薄情寡义的样子，哪会记得小情人的肚兜啊？我没管他，当务之急是将石砖打开。苏雨摸着头皮，哭兮兮：姐姐，你可算来救我了，头发快被扯秃了。我没好气，好了好了，自己下去藏好。苏雨看向陆绝，眼睛一亮：姐姐，这是姐夫吗？闭嘴吧你！我捂住他的嘴，把他塞了回去。回到相府后，我没想到怎么安置密道那些人，陆绝也没提，我就当没有这回事，让他们心安理得地住着。此后，陆绝在皇宫内指鹿为马，而我开始了在外面胡作非为的日子。今天奏强抢民女的太尉之子，
明天打踹中饱私囊的上书府大门，每天都是忙不完的活。原以为这些名声在外的恶霸多多少少有些战斗力，结果一个个见到我就向我点头哈腰，唯独一个闹事纵马的靖安侯府小世子敢跟我呛两句：“你个妖女，你以为你爹是丞相你就了不起了？”我看着他被我揍得鼻青脸肿的脸，挑眉，那又如何？信不信我叫我爹亲你嘴，再让他半夜爬你的床，让你猖狂？我看着他的眼睛失去光辉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。你好歹毒的心思！我不死心，那可是皇上都钟情的嘴儿，你这么不识货，跟我爹亲就跟亲皇上似的，说不准还能吸到龙气儿。他求着我：“姐你别说了，我罪不至此啊。”然后恭敬地当我跟班，对我俯首称臣。我叹气，好气啊，怎么有收不完的小弟？我只是推销了一下我爹，帮他拉拉仇恨，也没有仗势欺人啊。后来京中传出首府夫人勇斗恶霸，不畏强权，还了京中百姓一个海晏和亲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摆手解释，没半个人听，甚至每天还有人告到我这儿。有哪个官宦子弟又用强权欺人了？有哪个平民冤屈又没办法伸张了？层出不穷。我的名号响当当，比京兆尹的都管用。可恶，我找死还找出个官当了。每天带着一大帮小弟去断案，今天更是忙到半夜才回府。不巧的是，跟加班的陆爵撞上了，我吓了一跳，故作镇定地打招呼：“好巧，你也才下班呢。”陆爵站在树下，月光抖落清辉，他飘渺的不似人间客。他冲我招了招手，过来。见我站着没动，他双手环胸看着我。我亲自过来可就没那么好说话了。我踌躇着过去，刚靠近，他一把拉我进怀里，低沉的声音在我耳畔响起：“怕我？一直躲着我？”没啊。周围都是他的气息，让我身子一降。想到从皇宫出来那天，我想跟他商议密道里的人的去留，看见了他在府里抓到奸细。当时他一袭黑袍，被风吹得猎猎作响。有看了什么不该看的吗？有说了什么不该说的吗？那奸细呸了一声：“狗贼！”陆爵轻笑：“不会说话，这舌头就不必要了。”他属下手起刀落，那人来不及尖叫，舌头就掉了。陆爵的视线似有似无落在我藏身之处，看了不该看的，眼睛也不用留了。那人的眼睛被刨了出来。别脏了我的院子。他的下属捡起舌头和眼睛塞进那人的嘴里。当晚回去，我就做了噩梦，知道在他那里想死的痛快可能会很困难。我这才把算计打到京城的恶霸身上，没想到混成了没人惹的恶霸的大姐大了，到现在还没死，头疼。此时陆爵含住我的耳垂，打断我的思绪，热气从脚冒到脑袋。我红着脸瞪他：“是你的耳朵吗？你就啃？”“不是啊，我自己的又啃不到，只能啃你的了。”他眼中有暗色，我不禁想退后。他一把拦住我的腰，还说不怕我。我巴掌比脑子转得快，反应过来时，手已经落在他屁股上。他身体一僵，我也一愣，顺手捏了一把。可恶，他的屁股在偷偷的翘，藏着掖着挺好的，平时半点都看不出来。他勾唇一笑，危险一出。我第一反应就是跑，才跑2步就被他捞回来扛在肩上，边走还边拍了一下我屁股。果真是不怕呢。我气恼：“你这个臭流氓！”陆爵笑了，倒打一耙：“这话你说出来底气足吗？”不知怎么跟他滚到床上了。我的裙带在他指尖翻飞，我挣扎的声音被他薄唇堵住。我听到略微粗重的喘息，分不清是我的还是他的。最后我推开他，他像柔弱无骨一般，被我一推就倒，仿佛任我为所欲为。他好看的眉眼全是骨色，你喜欢这样也可以。我将他在我面前不安分的手挪开。陆爵，你消停点，你这样做对得起你的丽嫔吗？他手又附上来，有一搭没一搭的捏着。我一气之下用我的衣带将他的手绑住，他不反抗，还很顺从。
好笑地看着我，在我床上替别的男人做甚。什么别的男人？我震惊，丽嫔是男的，难怪她美得雌雄莫辨。不是，我为什么这么震惊？皇帝是 gay 我都接受了，还有什么是我不能接受的？只是，我轻飘飘地看了眼他凌乱的身下。你居然喜欢男人啊？难怪之前7位新娘都死了，看来是知道了不该知道的。那我现在也知道了，又高兴又忐忑，不怕死，但怕不得好死。那个奸细的惨样还历历在目，以至于我没发现陆绝黑沉的脸。他扑向我，掐住我的脖子，我闭眼，给个痛快，求你。耳边是他的轻笑，好好看清楚我喜欢什么，等会儿有你求的时候。反驳的话被他堵住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绑他的衣带，最后缠在了我的身上。真的要死了，我真的想抽空问问没用的系统，最先欲死算不算死的一种？最后我求了他好久，都没能让他放过我。刚爬出去2步，又被他握住脚踝拖了回去。榻上、窗前、浴桶，全是一片狼藉，不知道是不是蓄意报复。第二天我醒来，2半锭火辣辣的疼，不用看也知道，上面全是陆绝的手掌印。可气的是，手腕上也是青紫的痕迹，更不用说身上和脖子了。我能想象我的惨样，罪魁祸首躺在身边，一脸艳足，睡得安稳。我气不打一处来，踹了他一脚。他眸中清明地转过头，看得我心一凝。外强中干道：“小陆啥时辰了，还睡？你这年纪正是闯的时候，该上朝了。”一开口，我声音沙哑无比，暗戳戳瞪了他一眼。陆绝弯了一下唇，长臂揽住我的腰，我一不留神摔在他胸膛上。今日休沐，我这个位置再闯下去，皇上得请我上去坐了。我头脑空白一瞬，他邀请你坐他腿上？变态，你脑子一天在想什么呢？你说这话不心虚吗？到底谁变态？昨晚我都不想说。我推了推他，你不上朝就让开点，我还有活要干呢。我叹了口气，在现代当社畜就算了，还要在古代当社畜，还属于全年无休那一类。眼见3个月的时间就快到了，不能拖了。他淡淡道：“你在带着人查赈灾粮被贪污的案子。”我愣住：“你调查我？”他沉默半晌：“还需要调查吗？你每次出门屁股后面都跟了20几号人，声势浩大的从城西到城东，不准去。我偏要去，怎么？你担心我安危啊？”陆绝轻哼一声，一脸傲娇：“谁担心你？那不就得了，放开。”他抱得更紧了，翻身附我身上，接着一通折腾。我下午醒来时，浑身都散架，走2步路，腿都在抖。臭男人还假模假式的过来帮我擦药。我看着他脸颊上的牙印后，气消了点。陆绝只是口头上拦了拦我，没进我足。最后我还是出府了，带着儿子查他爹，没过多久就查得差不多了。而陆绝那狗贼，天天把我往他屋里抱。他半躺在软榻上，将我放在他身上，都查到了。你也贪了不少啊！30万两银子从国库出来，层层贪污，到灾区就只剩5000两，面前这人得贪了15万两。他眉目疏朗，没办法，我们奸臣就这样，还自豪上了。明明就不是，他在各地修了很多善堂，还修了不少路，只不过是以别人的名义。若他不贪的话，赈灾的钱全都进了我丞相爹和太尉口袋里，也就是四皇子一党。他们在豢养私兵。陆绝眼里有隐隐的小雀跃，明明不是什么。这阵子的相处，我也知道这人傲娇得很。我顺着他的话说，我的相公是顶顶好的，夸他是个好官，他又指鹿为马；夸他是个好人，他又杀人不眨眼；夸他是个好男人，他又在床上不做人。陆绝神色一暗，掐了一下我腰上的痒痒肉，很难夸是不是？我笑着求饶，明明每晚求我的时候，好相公、好夫君叫个不停，现在没话夸了是吧？我也不甘示弱，挠他嘎吱窝。姐姐，你在干什么？小雨顶开床榻，探出头来。
陆觉眼神一凝，看向他，姐姐，你为什么欺负姐夫？陆觉莫名脸色好看了点。我问他，出了什么事吗？这阵子在那群富家子弟身上搜刮的钱财，我都换成了食物和物资运给他们了。我们给天上挖出了个窟窿。我脸一黑，不是让你们别随便挖了吗？赶紧让他们去填上。这群人真是不要命了。小雨缩回去半晌，又探出脑袋，姐姐，你别欺负姐夫哦，赶紧走你的。他走后，陆觉不依了，真拿这儿当自己家了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我伏在他耳边吹气，感受到他身子蓦地一僵，眼神变得深邃，声音嘶哑，干嘛？我嘻嘻一笑，吹枕边风呀。好相公，这次我吹对了没？陆觉不让我出府了，我现在变成了那群贪官污吏的眼中钉，可我盼的就是这一天啊。那群小弟我也不带了，里面有他们的儿子，杀起来我难免束手束脚，但每次有人来杀我，总有几个身手很好的黑衣人出手相救。服了，被救的第10次，距离3个月还差最后5天，我真的欲哭无泪。想死就有这么难吗？我查出了四皇子一党招兵买马的事，引来了叛军逼宫，城里全是叛军，这些日子人心惶惶。陆觉下命令不准我出门，门前守了好几个侍卫，连床榻上的暗道都被他堵死了。这是最后一天了，我却连门都出不去。恰好我地面上的土松动，我掉进了土坑，面前是村长和小雨。村长颇为自豪，我就说这方向没错吧，我挥了一辈子的锄头了。我赞扬了他们，顺着密道去往皇宫。我上去时叮嘱所有人听到任何动静都不能上去，并且安置了他们以后的生活。皇宫不复往日盛状，到处都是尸体，叛军肆无忌惮的杀戮。我激动得流泪，向叛军飞奔过去，眼见他的刀就要刺向我的喉咙，我缓缓闭上眼，刀光火石之间，他却被人射杀了。我没来得及反应，就落入一个熟悉的怀抱，是陆觉。他眼眶发红，死死地盯着我，咬牙切齿，苏雪，你想死是不是？他抱着我飞檐走壁，落到一个安全的位置。他似乎很紧张的样子，抱我的手都在发抖。我还发懵，又听他说，你若死了，我让那群密道里的人陪葬。再也憋不住，我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，就差一点点就能回去了。呜呜呜，为什么？他慌了神，将我抱在怀里轻声安慰，好了好了，不怕了不怕了。我才不是怕呢，臭男人，都怪你。他温柔的不可思议，对对对，怪我怪我，别哭了。陆觉让我紧跟着他，不准离他半步远。我们去了皇帝的寝宫，见到恢复男装的丽嫔发泄般的拿剑捅皇帝。我们来了好一会儿，他才收手。我穆家104口人的仇，你好好受着吧。他说完，向陆觉恭敬行了个礼。我才发现皇帝没死，还有一口气。有人来报，陆大人，叛军已经进宫了，援军还在城门口，恐怕一时半会儿赶不过来。耳边响起地动山摇的脚步声。即使陷入绝境，陆觉从容不迫，打开密道。阿雪，你先走。我摇头，我不啊，我得死才行。我看向陆觉，你走，你别管我。他吻了吻我的额头，将我打晕。醒来时，发现小雨守着我，我立马道，带我去找陆觉。他点头，送我出密道时，他拉住我的手，姐姐，外面很危险的，你一定要走吗？初见他时，他因风吹日晒的劳作，看起来又黑又瘦，明明8、9岁了，看起来像5、6岁的样子，现在白了许多，又长了肉，看起来俏生生的。我给你的钱你都藏好了吧？出去了开个铺子，做点小生意，就算不想做生意也没关系，坐吃山空也能保你衣食无忧。但姐姐真的要走，你好好生活。小雨哽咽的点头，姐姐说的都是对的。我出去时是因为援军迟迟不来，陆觉一行人顽固抵抗，他身上的黑袍被血晕染了一大片，不知道是他的还是别人的。我眷恋地看了他一眼，
从见他第一面时我就觉得他帅，他手起刀落的样子更是风华绝代。马上要回现代了，睡过这种角色真赚了。我看着远处的丞相爹搭箭对准他，我几乎想也没想，飞跑过去，挡在他身前。阿雪，我听见他的嘶吼声，姐姐，还听到远远传来小雨的声音。运筹帷幄的男人掉下了泪。该回去了，我应该高兴才对。为什么看他掉泪，我会这么难受？别死好不好，阿雪，别离开我。他哭得像个无措的孩子。我抬手想为他抹去泪，好好活着，我本就该死了。叛军见陆绝崩溃，气势大涨，有人提剑要取他的首级。不要，可我却只能无力闭眼。系统超过时限1分钟，任务失败。我暗骂：曹！轰隆隆，一声巨响，援军正打算入宫门时，皇宫塌房了。村长从不远处冒出了头，回头惊讶，呀，果真挖出了好东西。他仔细思索，这该不会是什么皇亲国戚的旧居遗址吧？周围村里的人拿着锄头纷纷冒了头，他们抖了抖身上的灰。不知道啊，咱在村里也没见过啊。叛军悉数被困在塌陷的皇宫，被赶来的援军一举拿下。最后太子登基，改年号太和。数十年前的蒙冤的穆家被平反。苏家村所有村民平乱有功，苏家村赐名护皇村。丞相、太尉谋逆，诛九族。陆绝有从龙之功，追谥号顺安侯。我和尚书有点生气。我穿越回来才知道，我之前是穿进了小说里面，都怪我平时不爱看小说。看完书，我才知道，太子是主角，陆绝算男二。我死后，陆绝居然也死了。死了就算了，谥号顺安，这摆明内涵他吗？他那一副奸臣的花花肠子，哪顺从，哪安分了？我叹了口气，莫名的心胀胀的。史官提成对他口诛笔伐，可他明明也不是那样的。他会兴建善堂，广修路，会在我除恶霸时暗中帮我。他看似冷心冷血，但还会很幼稚地抢我带回家的桂花糕，半夜会帮我掖被子。可史书并不关心他是个怎样的人，好像无人在意他是怎样的人。可是我为什么会难过？看着车水马龙、熙熙攘攘的人群，再也见不到那个看似温柔却蔫坏的男人了。一想到这，我泪水就止不住流。一只修长的手拿着手帕伸到我面前，熟悉的声音响起：夫人，有什么好哭的？我一回头，是陆绝，几乎是条件反射，我扑倒他怀中。我语无伦次：你是怎么来的啊？你知道这是哪吗？你怎么敢来的啊？他回报我，他身上传来的温度告诉我，这不是做梦，这是有夫人的地方。我正色看向他，这可是法治社会，你那套做法迟早得升咖了。法治咖？他不满，哼，还说呢，抛夫弃子，你真是狠心。抛夫我理解，哪来的弃子啊？咱们又没有孩子。他抱住我，那你还欠我个孩子，我是来讨债的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时候超出时限，我是真死了，是陆绝甘愿用自己的命换我的命。我一愣，那你岂不是亏了？男二也算得上半个气运之子了。不是啊，一个半的气运之子吧。我疑惑，太子的命也在我手里捏着呢。原来他是提着太子威胁的系统。我沉吟一会儿，陆绝来到了现代，创办了游戏公司。果真厉害的人，到哪都厉害。看着在游戏里大杀四方的男人，叹了口气，太子还肯给他谥号。突然理解了。忽的，陆绝一把拦住我，夫人，别再去寻死了，我会害怕。我回报他，我那是逼不得已的，还有把我胸前的爪子挪开。谁正常人乐意天天找死啊？看来这货老早就知道我不怕死的目的不纯，还帮我挡了50多波刺杀。我谢谢他，但是拐了个老公回来，似乎也不错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